还是没能顶住楼市的诱惑。就在前不久呢，四川省遂宁市发布了促进房地产业平稳健康发展的9条措施。文件提出，住房商业贷款可诱贷诱取，并对多孩家庭给予购房补贴，对符合政策生育2胎、3胎的家庭，按建筑面积给予财政补贴高达每平方米50元，单户补贴最高不超过6000，同时对合理住房需求给予购房补贴。凡在市主城区购买首套或者2套新建商品房，并办理了不动产登记证书的，购买房屋建筑面积140平米以上，补贴1万元每套。猛地一看，优惠力度还是蛮大的。公积金能提出来付首付，生多胎还送房补，买多套房有补贴，是不是像极了商场促销时的跳楼价？再不买就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。但大多数老百姓不太吃这套，现在连吃饱肚子都成问题，哪有钱来买房子？毕竟生存才是第一刚需。我们先来看一下数据，从今年2月以来，我国商品房的销售面积累计同比增速下跌是超过20%。受到销售大跌和贷款限制等多方面的影响，目前中国房地产企业到位资金同比增速也是下跌，已经来到10年以来最低值。房企的新开工面积增速也是迅速的回落。从宏观的实际情况来看，目前在资金销售、开工率等等各个方面，中国的房地产可以说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。于是可以看到，最近针对房地产的松绑政策是一套接着一套，不是降首付就是降贷款利率，现在还有买房送补贴，老百姓根本应接不暇，这让早2年买房的朋友后悔不已。可能有些朋友对房贷利率下降没啥概念，在去年部分热点城市的房贷利率出现了多次上调，有的城市首套房利率甚至超过6%，如今房贷利率降至4.6%。苏州、青岛等城市部分银行已经按照最低4.25%利率办理新增首套房贷款，属于当前最低。同样贷款100万元的购房者，里外里也能省下几10万元利息，这些可是真金白银啊！这让已买房的同学不禁有点欲哭无泪。虽然房地产的交易和贷款都在逐渐的松绑，那是否意味着房地产又将迎来春天？我想是不太可能的。中国目前的房地产总市值为450万亿，约为整个 GDP 的4.3倍，远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的260%。这无疑已经蕴含着十分明显的泡沫。那么为啥现在房价这么高？关键在于08年世界性经济危机爆发后，顶层采取了凯恩斯主义，以超发货币来刺激经济。2015年 M2 增速达到6.9个百分点，货币超发程度在过去10多年仅次于2009年，也大大超过了年均2.8个百分点的历史平均水平。同时顶层又大幅度降低利息，这进一步刺激了对房地产的投机。东西生产出来要卖得出去才有交换价值。问题是经济危机自2008年一直在深化，至今仍没有完全走出危机的阴影。房地产建造刺激钢铁、水泥等实物产品的需求量，并拉动了上下游行业，为推动我国经济做出了强有力贡献。但强加杠杆、掏空实体经济的做法，也为今后的经济下行埋下了隐患。大概这是对我国过去黄金30年的一种偿还，也可能是对我国未来发展的一种透支。让我们回到2015年，当时房地产投资就占到 GDP 的14.2%。而在2006年美国房地产泡沫的高峰时期，其房地产开发投资也才占比8.9%而已。而2016年正是房价2次暴涨的元年，而如今房地产已经神奇不在，它身上的金融属性正在逐渐褪去。如果经济出现巨大的动荡，很多人会还不起贷款的，而这将是中国房地产泡沫被戳破的开始。不但是个人贷款的问题，更严重的是开发商贷款。恒大、融创等一系列开发商暴雷，已经在预示着房地产的极高风险。如今中国其实是在走格林斯潘的老路，例如大幅下调利息和首付比例。房地产开发资金来源中，大致有65%左右的资金是依赖于银行体系，明显超过40%的国际平均水平。房地产行业的资产负债率近15年时间里，从52%一路上升至77%，流动比率从2006年的2.55下降至2015年的1.6。也就是说，如果经济出现巨大的动荡，资金链很可能先从地产开发商那里断裂。由于房地产开发投资占到 GDP 的14.2%，一旦垮台，则引起的连锁反应将是灾难性的。这样看来，中国的房地产高企不但伤害普通劳动者的利益，实际上也是一个巨大的泡沫。由于美国的前车之鉴，现在对戳破这个泡沫显得投鼠忌器。这或许就是为啥现在不得不继续超发货币和降息，其实是在饮鸩止渴，虽知其毒，不得不喝。然而泡沫总有一天要破掉的，要让这个泡沫不破掉，根本性的办法一是让中国经济逐渐脱离房地产的绑架，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；二是让房价能够为大众所承受。后一点就要求更合理的分配，抑制大资本，把更多的劳动成果分配到百姓的手中。如果做不到这2点，任何其他政策都是治标不治本的。
如今的状况就很明显，一系列房产松绑措施，从本质上来说呢，它并不是要彻底的扭转我国经济的颓势，它真实的目的呢，是要为未来做好预防工作，至少现阶段需要一些缓冲空间，让我国经济不至于马上坠落。结果还是为了维护整个大盘的稳定。对于我们普通人而言，这个世界上除了生存是刚需以外，没有什么别的事情是必须的，房子尤其不是我们人生的必需品，所以大家要想清楚刚需的目的。今天呢，咱们就先聊到这里。大家如果觉得这类视频对自己有所帮助的话，麻烦给个3连或者关注一下，您的鼓励是我创作的最大动力。咱们下期再见。